和他爸去参加小小主持人的比赛了。我妈给张家铁报了一个兴趣班，叫小小主持人，已经学了10节课了，现在要有一个汇报表演，每个孩子和家长打配合，一起完成一段贯口演出。张家铁要强，在所有的题里选了一套最难的、最长的。我买了烟袋乌木杆，我是掐着他的两头那么一道黑，二姑娘描眉去演戏，照着他的镜子那么两道黑。回来天天在家练，跟他姐一起练，俩人你别说啊，现在已经练得非常默契，基本很流利了。8道9道10道黑，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是掐着他的两头1道黑。妈妈，我跟姐姐练得可好了，我是最棒的。那到时候可不是你跟你姐去，是你跟你爸去。因为他是第2天晚上比赛，我第2天不在北京，只有他爸能陪他去。那咋办？孩子练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咱也不能就不让他去了，那就练呗。我数1、2、3，咱就开始。1、2、3。这，你是啥呀？我是你爸爸。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买了个两袋是心眼儿。你是心眼儿啊？二兄弟描眉来演戏，二娘的描眉两条气。他们有不缺个什么？但是大胖媳妇自己觉得，她说出来的和我教的已经8、9不离10了。她觉得再练2遍，他们就是夺冠热门。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买一个两袋。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买一个两袋牛肉干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个故意的。黑2道黑，3、4、5、6几道黑，买一个两袋乌木杆，2道2道黑，二兄弟描眉两条气。到了比赛当天晚上，我以为张家铁这个脸是必丢无疑了，他只能面对这个现实。没想到他赛到临头依然没有放弃，他找他姐求他姐说：“姐，你能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爸爸不跟我去吗？”他姐也是心疼他，找到了他爸的自行车锁，跟他爸说蹦床上的吊环松了，让他爸帮他们绑一下。于是就上演了一场请君入瓮，瓮中捉鳖的大戏。你说这孩子这么有主意呢？关键是大脑发育黄金期把握住了。喝的飞鹤星飞分准锐，科学添加5大脑磷脂，其中 DHA、ARA 达到1比1.7黄金配比。飞鹤专研大脑营养，而且连续4年全球销量第1，大品牌硬实力，喝着也放心。到这儿，大胖媳妇也没想到自己跟张家铁的情绪是完全相反的。外边张家铁想的是，只要没我爸，我也许能夺冠；他想的是，我得赶紧逃出去陪儿子比赛呀，儿子没了我，比赛得完蛋。你爸最后到底还是去了？我本来都跑了，我爸给我追上了。哎呀，那演完大伙儿给你鼓掌了吗？我演了啥呀？一共10道黑，我跟爸爸刚说了2道黑。老师说拿铁和爸爸可以下去休息了，谢谢。我和我老公被老师找家长了，因为我女儿在澳大，这个来自铁岭的奇女子，在伦敦他们小学组织的某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观展之旅中，说要把墙上的远古生物烤了。这个博物馆馆长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胖乎乎的伦敦老太太，形象上懂行的人应该知道，也算是一个抽巴了的老雪人吧。一边解说着墙上来自远古的长得有点像章鱼的海洋生物复原图，一边问可爱的小朋友们，如果这个远古的精灵能重新回到地球上来，你会做什么？在其他小朋友给出我想和他进入深海玩耍，我想把他邀请到家中做小伙伴这种庸俗的回答之后，我女儿当着众人的面给出了一个镇馆之解，我想给他烤了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这博物馆老雪人差点没让我姑娘吓化了，就 Oh my dear Lord， 这实在是有点不合时宜呢，我的小darling。完旁边有个可爱的小卢卡斯，还挺好奇，问我女儿你啥意思 ？barbecue 啊？我女儿说啊，要不留着他吗？卢卡斯说那直接就给 barbecue 了。我女儿说那肯定得先腌一下啊。卢卡斯说你看他那么老多条腿，你咋烤啊？我女儿说那个叫爪，爪用签子烤，脑袋铁板烧，脖子以下腰往上得用韭菜炒。所以老师跟我俩说嘛，说我们觉得呀，你看你女儿看到墙上这么可爱的小动物，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烹饪方式，我们得觉得跟你们沟通一下，是不是孩子有什么暴力倾向？我说实话，我听着心里我不能沟通。章鱼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爱的？那我看着章鱼第一个想到的也是签的，但是我还是得配合着教育教育嘛。我说咋回事姑娘？我女儿说我姥和我姥爷在铁岭就是这么点菜的，一墙全是菜，冲墙就是点。我一听我立马懂我女儿了，这个不能怪孩子。东北的很多饭店菜牌的确在墙上，你比如你在缸里你挑只王八，然后你就看墙，你选择一个烹饪方式，你是蒸啊还是炸，好像没有炸王八的哈。所以我女儿属于思乡心切，就去博物馆看着一墙海洋生物复原图，当菜牌了。这是幸亏旁边没有什么鸽子鹌鹑之类的，要是有她肯定要给人掩埋了。
所以我就跟老师解释，我说这个展墙啊，的确有一定的乡愁的因素在，我们确实是朝墙点菜。老师说，但是你女儿不光是这一个事儿。前几天学校组织所有学前班的孩子一起去一个农场，然后就有一个环节，就是农场派出几个刚出生的鸡宝宝、鸭宝宝和鹅宝宝，让孩子们都抱一会儿。结果我女儿太会煽动情绪了，整出一群马仔。这个 Tiger Wolf Language 在英国西海岸出圈的。那天我女儿抱只鹅，卢卡斯抱只鸡，伊莎贝拉抱个鸭子。回去之后写作文，你想对你抱着的动物说什么？这仨人写的都是我想给他烤了，就是伦敦考试收俩学徒等于。然后当时我们正在视频呢嘛，我说这个就肯定不对了啊，我得纠正你一下。然后我旁边坐着我爸，就冲着墙点菜那孩子他姥爷，他姥爷直接就替我纠正了，翟耀达你这不对啊你，这里边就鸭子能烤，大鹅那玩意儿不得炖吗？最近呢，翟耀达去这个舞蹈学校有个活动，就是啊，每一个女孩选一个男伴来跟你一起参加这个期末的舞蹈演出，舞种是芭蕾。大胖媳妇认为那肯定是他了，但是翟耀达想了一想说，我想带我的小弟弟。大胖媳妇本来以为这是人生第一次和女儿同台共舞，属于高质量陪伴，没想到女儿选择了弟弟，就心里有点失落。去看了一眼他这个舞蹈班，发现别的孩子爸爸都挺年轻的，就挺帅的，嘴上没说啥，心里那正经多心了。是不是女儿嫌弃我，对自己下手了？最近减肥减掉了18斤，天天健身吃沙拉练舞，甚至还给自己约了个植发手术。然后这个彩排练舞的时候呢，大胖媳妇和拿铁都去了。然而胜算在握的拿铁却频频出问题。首先拿铁对这个四小天鹅华尔兹舞曲无感，站那儿不动。我说老师，我是妈，我了解他，你给他放一下逆战。拿铁在这个出道之前路子比较野，属于混迹铁岭广场舞上的广场舞王，跳疯好几个老太太那种。然后逆战一响，拿铁嗨了，噔噔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音乐的错位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拿铁无心搞艺术，一直忙于社交和普及东北话。翟耀达的好朋友被张拿铁撩了个遍，人家小女孩认认真真给他讲天鹅湖的故事，就说后来这个白天鹅啊，这个 Swan 他带了。拿铁问白天鹅为什么嗝屁了？嗝屁了，为什么嗝屁了？不出一会儿，满场东北话。参加芭蕾舞演出的一群小白天鹅，现在都是炖大鹅的味儿，炖大鹅的味儿。翟耀达看着平时跟他叭叭叭说英语的孩子们，一个一个的倒下了，那个表情就是家人们谁懂啊？拿铁老出情况了，但翟耀达还是觉得有点想带弟弟跳。大胖媳妇不死心，还是坚定的跟儿子公平竞争、公开角逐。结果张拿铁彩排的时候上来裤子就掉了，倒是大胖媳妇一顿神舞，那3尺8的水蛇腰有一点风韵在身上。他不是我爸，不是你他，不是你他。回到家，翟耀达还是在纠结我到底该选谁。大胖媳妇没有气馁，平时啊告诉翟耀达你得自己做家务，现在他爸都包了，那衣服洗的锃光瓦亮。我说你别的洗的不错，但内衣手洗老洗不干净。你用好爸爸内衣露，不光洗得干净，还是专为有孩家庭研制的，护肤级水润质地，不含有害化学物质，亲肤无刺激，对皮肤更友好，低泡一漂不残留，温和保护你的细皮嫩肉的双手，省时省力更省心。好爸爸真不错。然而翟耀达似乎就不为所动。父亲节的前夜，大胖媳妇觉得自己跟女儿登台共舞这事儿无望了，挺失落。结果翟耀达过来跟他爸说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带着弟弟就只是想显摆显摆，我肯定会选你的。我知道明天是父亲节，还特别暖心，给他爸写了一封信。这写啥了？我看不懂。翟耀达搂着他爸说，爸爸，我听说你最近在减肥，还想长头发。You haven't had much hair since I was born, but it's okay. You're my favorite dad. Oh, thank you. 我说啥呀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父亲节，大胖媳妇和翟耀达上演了父女共舞小天鹅。虽然得穿成这个样子，但大胖媳妇还是非常开心。踮起脚尖